寒冬墓园立圣树，两指薄书前半株，隔世亲人泣诉苦，只愿来生续锦图。大家好，在下奇闻居士。1996年的圣诞节前夕，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墓园里出现了一棵装饰精美的圣诞树。这本应是充满节日气氛的景象，却因为树旁一具冰冷的尸体而变得诡异无比。死者是谁？他为何出现在这里？这棵圣诞树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身边的2张纸条，只字未提自己的身份，仿佛刻意要将自己隐藏于黑暗之中。警方将其命名为圣诞树女士，并开始了长达25年的追寻。然而，所有的线索都断了，案件也逐渐变成了一桩悬案。直到25年后，一项突破性的技术揭开了隐藏在圣诞树背后的真相，也揭开了一个女人充满谜团的一生。在1996年的圣诞节前夕，弗吉尼亚州的安南戴尔公墓迎来了一个足以撼动人心的清晨。那天，当晨光微熹，场地管理员弗兰克像往常一样在墓园里巡视。寒风萧瑟，光秃的树枝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而祥和。然而，就在他走进那片被称为 Baby Line 的婴儿墓区时，一个异常的景象让他驻足。在众多小小的墓碑之间，一棵精心装饰的8英寸高的圣诞树静静伫立，金色的装饰球和红色丝带在冬日的阳光下闪烁着温暖的光芒。然而，这看似温馨的画面却透着几分不祥，因为在圣诞树旁的塑料布上静静地躺着一位衣着考究的女子。她穿着红色丝绸衬衫和蓝色毛衣，戴着耳机，耳机里还在播放着欢快的相声节目，仿佛只是在小憩。但那套在他头上的塑料袋却无情地揭示了这并非一场普通的安眠。警方迅速赶到现场，封锁了这片区域。他们小心翼翼地取下女子头上的塑料袋，发现她脸色安详，仿佛只是睡着了一般。在她的口袋里，警方找到了2个信封，一个信封里装着2张50美元的钞票，一张留给验尸官，一张留给公墓，仿佛在为自己的身后事提前做好安排。另一个信封里装着2张打印的纸条，第1张纸条上写着一首诗：现在我躺下睡觉，很快就会漂流到永恒的深处。虽然我会死去，不再醒来，但长眠会比我放弃的这生命更加甜蜜。这诗句流露出一种对死亡的渴望，以及对现实生活的厌倦。第2张纸条则更加直接：亲手结束生命，安定加酒精，不希望尸检，请用我提供的资金安排火化，谢谢 Jando。 简短的几句话却像一颗炸弹，在警方的脑海中炸开了无数疑问。这冬日墓园的圣诞树成为了一个谜团的开端，也预示着这将是一个漫长而悲伤的故事。圣诞树女士，这是警方赋予这具无名女尸的代号，一个带着节日色彩却又无比冰冷的名字。它像墓园上空飘荡的迷雾，笼罩着整个案件，也困扰着几代调查人员。这位神秘女子留下的每一件物品都像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暗号。她身着来自 Nordstrom 的高档服饰，戴着 Guess 手表和镶嵌玉石的金戒指，无一不显示着她优雅而讲究的生活品味。她的背包里装着巨蟒与圣杯的磁带，医疗警示手链上刻着他对青霉素过敏的警告，甚至连最后时刻也要听着喜剧相声。这些细节勾勒出一个充满矛盾的灵魂，既谨慎又浪漫，既周到又神秘。警方将他的体貌特征与国家首都地区无数失踪人员的案件进行比对，却始终没有找到匹配的对象。2000年，他们甚至发布了一张彩色画像，希望有人能够认出他，但依然石沉大海。随着时间的推移，案件线索越来越少，希望也越来越渺茫。圣诞树女士的身份就像一个深埋地下的秘密，始终无法被揭开。最让人困惑的是，她选择在婴儿墓区 Baby Line 结束生命。那个破旧却被精心修补过的米妮老鼠腰包，
是否暗示着某段不为人知的往事？警方发布的彩色画像石沉大海，数不清的失踪人口档案比对都无功而返。与此同时，在另一个地方，Joyce Meyer 的家人也在苦苦寻找着他。他们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也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他们雇佣了私家侦探，四处打听，却始终没有他的音讯。他们甚至一度怀疑他加入了某个神秘的组织，从此杳无音信。家人的思念和担忧也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变成了深深的绝望和无奈。在科技飞速发展的2022年，一个尘封了1/4世纪的谜团终于迎来了转机。费尔法克斯县警察局的冷案小组始终相信，圣诞树女士的身份之谜并非无解，只是需要等待科技发展带来新的曙光。他们的坚持终于在这一年有了回报。2022年1月，费尔法克斯县警察局的侦探们将圣诞树女士的遗物送到了位于德克萨斯州伍德兰市 Atherom 公司。这家公司专注于利用尖端的 DNA 技术和法医基因族谱学来解决身份不明的案件。Atherom 的科学家们利用一种新技术，从圣诞树女士的遗物中提取出了 DNA， 并建立了完整的基因谱系图谱。这项技术能够分析比标准法医 DNA 测试多得多的遗传标记，从而提高识别身份的可能性。功夫不负有心人，2022年5月，Atherom 公司终于找到了一个可能的突破口。一位居住在弗吉尼亚海滩的88岁老人 David Meyer， 他的 DNA 与圣诞树女士的 DNA 部分匹配，可能是他的兄弟。侦探们立即联系到他，并向他展示了圣诞树女士的画像。然而，由于时间过于久远， David Meyer 已经50年没有见过自己的姐姐了，他无法确定画像中的人就是他。希望的火苗似乎又要熄灭了，但侦探们并没有放弃，他们又找到了 David Meyer 的妹妹 Chloe。 当他看到画像时，他几乎毫不犹豫地确认画像中的人就是他失散多年的姐姐 Joyce。 为了最终确认， Chloe 也提供了自己的 DNA 样本。最终 DNA 比对结果证实了 Chloe 的判断，也宣告了这起长达25年的悬案的终结。圣诞树女士的真实身份终于浮出水面，她就是 Joyce Marilyn Meyer Summers。 25年的迷雾终于散去，圣诞树女士终于有了她的名字，有了她的故事，也让一个家庭久久悬着的心终于找到了落点。在爱荷华州达文波特的农场上，1927年的夏天迎来了一个女婴的诞生，她就是 Joyce Marilyn Meyer， 一个注定要走上不寻常人生轨迹的灵魂。年轻时的她像一只振翅的蝴蝶，从家乡的农场飞向了洛杉矶的繁华都市。在 Seventeen 杂志的工作让她触摸到了梦想的光芒，那或许是她一生中最明亮的时刻。然而生活的重担开始悄然降临。当他转而在天主教小学执教时，没有教育背景的他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也许是这份压力，也许是内心的困扰，Joyce开始寻求精神治疗。但这种强调追溯原生家庭问题的治疗方式，却像一把双刃剑，在他与家人之间划出了难以愈合的伤痕。特别是那场持续24小时的母女对峙，成为了他与原生家庭渐行渐远的转折点。之后的Joyce就像一片飘零的落叶，从西雅图到图森，经历了一段未能长久的婚姻。80年代初，在图森拖车公园的最后一次家人相聚，成为了他留给亲人的最后印记。此后，他像一颗流星，悄然消失在茫茫人海中。直到1996年那个寒冷的12月，他选择在婴儿墓园里以一种近乎仪式般的方式告别人世。那棵精心装饰的圣诞树，那首充满诗意的遗言，都在诉说着他对生命最后一程的用心与安排。25年后，当 DNA 技术终于揭开真相的面纱，Joyce 的故事有了一个令人心安的结局。他的家人找到了寻找多年的答案，而他也在那个冬日的墓园里，在圣诞树温柔的光芒中找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宁静。